大家好，我是戴眼镜拿着话筒的来猜片片。有这样一部电影即将登陆院线，它由真实事件改编，其原型是横行8年、杀害50多条人命的中国第一悍匪，它完美还原了上世纪90年代的社会乱象。你甚至能看到手持中国枪的公安和拿着 AK 的悍匪在街头交火。没错，有港味，却不是港片，它所反映的是上世纪90年代大陆人的共同记忆。它就是由韩三平监制、冲锋车导演刘浩良执导、王千源、吴彦祖领衔主演的警匪片《除暴》。为了给大家探探路，我已经提前看了点映，今天就在不剧透的前提下，为大家介绍这部即将引爆院线的警匪片。故事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一座架空城市长浦市，常是寻常，普是普通。因为接下来的故事在现在看来匪夷所思，但是在那个动荡的时期，离每个人的生活都不遥远。王千源饰演的主角钟诚是一名空降长浦公安局的刑警队长。前段时间，他刚刚蹲守7天7夜，将抢劫押款车、杀害押款员的悍匪陆宪洲绳之以法。今天是钟诚上任的第1天，就撞见了一伙匪徒抢劫友谊商店。钟诚心系维护治安的光荣使命，当场他就站起来了，很快啊，然后上来就是一个左正蹬，一个右鞭腿，一个左刺拳。然后就被不讲武德的劫匪偷袭打晕，劫为人质。还在劫匪的面包车里遇到了他的命中宿敌张隼。就你一个人，你说抢劫金店、枪杀平民、劫持警察，这个窝不做的悍匪集团名叫老鹰帮。他们屡屡犯下惊天劫案，却又逍遥法外，训练有素且纪律严明。吴彦祖饰演的首领张隼更是屡次向警方挑衅。妹妹，6碗面，要走多久？10分钟。行，等一下有几个警察叔叔会过来吃，告诉我，我请客。为了将老鹰帮一网打尽，钟诚带领专案组咬死不放，是与恶势力斗争到底。从友谊商店抢劫案、武江市运钞车抢劫案到浦城银行杀人抢劫案，警匪间上演了一次次紧张刺激的较量，悍匪愈加猖獗，警方步步紧逼，殊死对决即将打响。俗话说，王不见王，非死即伤。除暴的最大看点自然是吴彦祖和王千源的对手戏。导演刘浩良在写剧本的时候，却给饰演钟诚和张隼这对双雄的演员定了条件，那就是亦正亦邪，他们必须是最懂罪犯的警察和最了解警察的罪犯。最后经过层层筛选，还敲定了王千源和吴彦祖。提到吴彦祖饰演的悍匪角色，我们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他。阿九，投降啦！出面全部都係警察，我唔驚啊！阿祖这回再演悍匪，简直就是自毁形象，神色狠厉，面颊浮肿，有着充满时代气息的自鱼头，哪有半点全美老公的气质？王千源就更厉害了，揍天王揍上了瘾，解救吴先生里先打刘德华，破局不光暴打郭富城，还摸了把天王的屁股。这回为了除暴安良，又在浴室里和吴彦祖互殴，主要是替李一鸣、张学友捏了把汗。渣渣会因为情绪过于激动，给我点了个1键3连。王千源的代言人形象早已深入人心，迟早能像冯远征老师一样，成为一代人的童年阴影。就连出席卡地亚烛光晚会都被人吐槽像是来踩点的悍匪，这回他却摇身一变，饰演严肃的公安干警，在车站撕小广告，行动前都战前动员。面对失控的人群，他也没有暴怒，而是请求群众给他破案的时间。我向你们保证，一定会把这个案子给你们破了。如果说大人物中的刑警孙大圣还带着一股匪气，那钟诚就是一身正气，和吴彦祖饰演的张隼产生强烈反差。为了营造双雄之间的宿命感，导演安排2人先后走进同一家录像厅，抱着同样的目的看了同一场电影《喋血双雄》。由于商场抢劫案中，张隼用物理增益法凭借一根绳子就打开了保险箱，钟诚则在勘探现场时一眼就看穿了他的手法，又在案发地附近的同一家面馆吃面，彼此之间最仇恨也最知根知底。影片最后，导演特意安排了一场浴室打戏，让警匪双方脱光衣服，放下身份，以最纯粹的姿态面对多年宿敌。整场打戏没有半点技巧性可言，完全是困兽之斗，招招准备要害，堪称本片最大高潮。就是他俩遮屁股的浴巾太反物理了，怎么打都不掉，全程就跟焊在腰上一样。而且但凡有打架经验的人都知道，澡堂子实在不是个合适的赛场，因为造化弄人，很容易从动作片打成喜剧片。戏里打得飞起，戏外2位老直男却激情满满。先是吴彦祖在发布会上直言自己在王千源大腿上坐了1天，紧接着官方又带头搞事，发布了片场激情花絮。我只能说2位大佬开心就好，我牙口不好，这对反正我是磕不动。假迷家从浴室的布景都看出来了，除暴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外景纯实景拍摄，取景地位于保留了大量90年代建筑的江门市。室内外布景从录像厅门口的海报、人物发型到围墙上的宣传标语，还有友谊商店里北京亚运会吉祥物熊猫盼盼，全都完美还原了上世纪90年代的风格，也唤醒了一个时代的共同记忆。当时举国正经受着经济转型带来的社会阵痛，再加上摄像头没有普及，天网系统也尚未建立，导致犯罪成本极低，滋生了大量违法犯罪恶性事件。00后们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89年的我还依稀记得，当时餐桌上出现最多的话题永远是拐卖和凶杀，报纸头版也大多是悬案和凶犯的字眼。
正如本片监制韩三明所说，中国不缺好的警匪片，缺的是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我们早就得抢今天的港片审美疲劳。这次《除暴》开了先河，首次将内地悍匪搬上大荧幕，以张军案为主线，又结合上世纪臭名昭著的陆宪洲案、张明高案等悍匪大案，塑造出了史无前例的超级悍匪张子文。张军出生于贫穷农户家，家里有7个兄弟姐妹，原本温和孝顺，却在11岁时因打架斗殴关进少管所，从此性情大变，购买枪支，组织团队，纵横数省8年，3案11起，杀死杀伤近50人。和我们了解的悍匪不同，作案前张军会组织手下进行体能训练和实弹射击，窝点里也全都是轻武器、公务用枪培训教材之类的书籍。张军把抢劫当成一份事业，他自信警察永远也抓不住他，还给2个儿子起名叫张潇和张雄，希望儿子们也能成为一代枭雄。他不光有儿子，还有足足5个情妇，每一个都心甘情愿的做他的垫脚石。最后张军也因为情妇暴露，终于在2001年被绳之以法。但导演真正想反映的不是悍匪的枭雄气质，而是以悍匪的凶残反衬动荡的90年代公安干警工作的艰辛。那时没有像现在这么发达的监控设备，也没有指纹鉴定，更别提 DNA 技术，连基本的物证分析都很初级。警察只能靠人力排查走访，甚至靠赌来猜这个人在哪。再加上枪支管控不力，歹徒人均持枪，导致内地一线警察平均寿命只有43岁。正是他们的付出，才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安静生活。警察们咬死不放的精神，面对悍匪誓不退缩的信念和坚持，值得我们铭记和赞颂。悍匪的恶名广为流传，能知小儿夜啼，但为了逮捕他们而牺牲的人却寂寂无名。因此导演给主角取名忠诚，还在影片开头就爆出了他的名字。平心而论，除暴确实存在一些瑕疵，例如只有寥寥几个镜头的侦破环节，警方时而51道，时而夕阳红的枪法，由于某些众所周知的原因，片方最终剪掉了王千源和韦彦祖的部分对手戏，也删减了春夏的戏份，使得他唯一的作用就只有引导警察找到张森。但是从这部影片中，我感受更多的是所有主创满满的诚意和对动荡年代坚守职责的公安干警的敬意。除暴将军11月20日登陆院线，最后给小区开片的小伙伴留一个线索：一根绳子、一个笑话和一个苹果，这3样关键道具会出现在电影的不同阶段，彼此呼应，串联出另一层故事。大家可以去影院自行探究。拜了个拜。